Hello，大家好，我是不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年2021年5月，终于有专门 focus 在台湾半导体指数的 ETF 啦。这两档 ETF 分别是中信半导体 ETF 跟富邦半导体 ETF。那中信半导体 ETF 它是追踪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指数，那富邦半导体 ETF 它是追踪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这两个 ETF 它们所追踪的指数是不一样的。那中信半导体 ETF 呢，它在5月12号已经募集准备上市了。那各位知道吗？ ETF 要募集上市大概需要2亿元。那中信半导体 ETF 它在5月13号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募集到了50亿元台币，这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啊！表示呢，非常非常多的投资人呢，非常的看好台湾的半导体 ETF。那富邦半导体 ETF 呢，它即将在5月25号的时候呢募集上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两档 ETF 它们的筛选方式有什么不同，以及它们的绩效哪一个比较优异。那这个频道呢，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个频道每周分享有用的台美股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么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富邦半导体 ETF 跟中信半导体 ETF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那今天影片呢，我会分为几个部分去进行介绍。第一个，半导体投资趋势；第二个，富邦台湾核心半导体 ETF 的介绍；然后第三个，富邦半导体 ETF 跟中信半导体 ETF 它们之间的差别。那第四个，自我评量。那我会看一下各位有没有真正的了解到这两档 ETF 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别。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全球半导体产值的预估趋势，它是由国际资讯科技研调机构它所发布的。那可以看到他们预估2024年的产值是2019年的 1.36 倍啊，就表示说外界对于半导体的趋势啊，他们是非常的乐观啊。那如果要投资半导体的趋势的话呢，我们要投资哪里呢？那如果各位是台湾人的话呢，就非常的幸运啊。我们台湾的晶圆代工还有封测呢，市占啊全球第一啊。不管是 IC 设计啊，我们的 IC 设计的部分的话高达21%，那晶圆代工的部分的话高达60%，那封测的部分的话呢高达30%。所以如果要投资半导体产业的话，我觉得投资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我们不用像投资美股啊，因为我们投资美股的话呢，我们还要注意汇率的风险。那我们直接投资台湾的当地的公司的话呢，我们就不用担心汇率的风险。好，那我们既然要投资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几个风险哦。我们投资不能只注重在报酬上面，我们一定还要注重在风险上面哦。那风险的部分的话，第一个风险就是类股的集中风险。那第二个风险的部分的话，就是市值太小流通性的风险。第三个风险的话呢，就是政治政策风险。第四个风险的话是折溢价的风险。第五个风险是费用率的风险。那这些风险的部分的话，如果各位想要看更详细的介绍的话呢，可以点击我这部影片。那我这部影片呢，有详细的去做一些分享。如果我们要投资台湾的半导体 ETF 的话，我们会面临的几个风险。那各位如果要投资半导体 ETF 的话呢，一定要先看完这部影片，然后再进行评估，看自己适不适合去进行投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风险报酬等级的部分。那风险报酬等级呢，它有分为 RR1 到 RR5。那数字越大呢，它的风险等级呢就越高。那它是由中华民国银行公会它所编列的。那像是单一国家基金啊、新兴市场基金啊，或是产业类股基金啊，它的风险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好像我们台湾的半导体 ETF， 它就是单一国家基金，再去加上产业类股基金，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基金。那它的风险呢，就是 RR5， 就是最高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富邦台湾核心半导体 ETF。那富邦台湾核心半导体 ETF 呢，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SFAST 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那它的募集日期是2021年5月25。那中信半导体呢，它是5月12，就是它已经募集已经结束了啦。那富邦核心半导体它的内扣费用是保管费 0.035%， 上市费 0.03%， 经理费 0.4%， 指数授权费 0.06%。那 total 的部分的话呢是 0.525%， 也就是它每年它的内扣费用是 0.525%。那这 0.525% 是高还是低呢？各位可以参考一下0050。那0050它的内扣费用就是 0.43%。那中信半导体 ETF 跟富邦半导体 ETF 他们的内扣费用都是一样，都是 0.525%。那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呢，富邦半导体它的持股种类是30档股票，然后是上市，而且还包含上柜的公司。那这边的话呢，跟中信半导体也是一样的。好，那再来风险报酬等级的部分，它是 RR5。那中信半导体 ETF 呢，它也是 RR5。那成分股调整的部分的话呢，是每半年调整一次。那它的发行价格的话呢是15元，
那它股息的部分的话呢，是1年是发2次股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它的一个编制方式。首先呢，它会筛选台湾的上市上柜公司，并且进行一个市值的流动性的筛选，然后之后我会进行 RBICS 的筛选，然后再进行一个基本面的评分，最终呢，它会将这些成分股的权重呢进行调整，然后最后呢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指数。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RBICS 是什么东西。那 RBICS 呢，它是由 FactSet 这家公司它所编制的一个参数。那不管是投资中信半导体 ETF 还是投资富邦半导体 ETF， 它都会使用到 RBICS 它这个指数，它都是借由这个指数来区分半导体的产业。那编列这个指数的公司，它的好坏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这家公司它倒了的话，那这个指数就没有人编列了，那我们的 ETF 就要进行非常大的调整，或者是 ETF 就要被迫下市。OK，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FactSet 这家公司它到底是不是一家好公司。那这家公司的业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为全球投资界提供财务数据和投资组合的分析。那精明的投资人就会想要去了解这家公司它有没有上市啊，它的经营状况如何，以及它值不值得投资。那 Kevin 呢就上网去查了一下，那这家公司真的有上市，那它的股票代号是 FDS。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它的绩效如何。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蓝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FDS， 就是我们这家公司啦。那红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SPY， 就是标普500指数，就是美国500大企业。那黄线的部分的话呢，是 EWT， 就是台湾的大盘。台湾的大盘在美股也是有上市的。我们来看一下它20年的平均报酬率。它的20年平均报酬率竟然高达 14.83%， 比 SPY 美国大盘跟 EWT 台湾大盘高出非常非常的多，将近快2倍啊！而且这是拉20年的区间啊，从2001年到2021年，中间经历了2000年的科技泡沫化，以及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还有2020年的疫情大爆发，它的平均年报酬率竟然还有高达 14.83%， 这是非常的惊人啊！那20年总报酬率是多少呢？这边更夸张，它20年的总报酬率竟然高达 1663%， SPY 跟 EWT 它的总报酬率却只有468跟474啊！所以这家公司呢，它的投资绩效是非常非常的优异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股息。这家公司的股息呢，在2001年的时候呢，它的殖利率是 0.52%。0.52% 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就是等于你投资1000块在这家公司，你1年可以拿5块钱，看起来好像不值得投资。但是各位知道吗？在20年的时间，它的股息增加了30倍。也就是说，如果你那时候投资1000块在这家公司，你每年那时候只能领5块钱股息嘛，但是你20年之后呢，你可以领150块钱的股息。所以如果你要投资这家公司呢，你不管是价差还是股息，你都赚得到了。它的股息成长已经超过了21年，并且它近几年的股息增长率啊，每年是 11.84%，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那这家公司啊，就非常适合去使用我的 CIC 投资策略。那 CIC 投资策略呢，就是双重复利投资策略。那这个策略就是教大家如何去挑选一档好的股票，运用 CIC 投资策略，创造出最强大的股息收入。那如果想要了解相关的投资方式的话呢，可以点击我上方的这部影片连结，那我进行详细的介绍，那我这边就不做赘述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FactSet 这家公司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所以它编列的指数呢，我认为可靠度也是蛮高的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RBICS 就是它所编列的一个指数，它有进行一些产业的区分。如果你的公司的营收有 50% 以上是来自于这41种营业方式所创造的营收的话，那你就会被区分在半导体产业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部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RBICS 它帮我们筛选出了半导体产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基本面的分析啦。那基本面的部分的话呢，它会将我们刚刚的半导体产业又分为2个部分，分为半导体制造业跟非半导体制造业，分为这2个部分，然后再进行 GPA 的排名。前15名的部分的话呢，可以纳入这个成分股当中。那 GPA 是什么东西？ GPA 就是一个财务的分析参数啦。那这边还有一个例外就是要是你的市值是前3大的公司，就算你的 GPA 排名不是在前15名以内，你也是可以插队插进这个成分股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GPA 那 GPA 就是毛利去除上总资产。那毛利是什么东西？既然讲到毛利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讲到基础损益表。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营业收入的部分。营业收入就是你的企业在一段时间之内，你的商业行为
所获得的所有的收入就是营业收入。那营业收入呢，去减掉收益成本就是毛利的部分。那毛利再去减掉营业成本就是营业利润。那营业利润呢，再去减掉债务利息和一些税务的部分的话，就是净收入。那净收入再去除上我们发行的股票，就是每股盈余，就是 EPS 啊，大家比较熟悉的 EPS。那我们的 GPA 的毛利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营业收入去减掉收益成本，就是毛利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你这家公司你的总资产是多少，然后你靠你这些总资产你可以赚到多少钱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的 GPA 越高的话，你就可以想象说啊，我用我的资产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就代表说你的转换率是更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RBICS 它的一个分类方式，以及基本面 GPA 的一个评分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市值流通性的筛选跟成分股的一个分类。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去跟中信半导体 ETF 去一起进行比较。所以我们接下来进行比较。首先，中信半导体 ETF 跟富邦半导体 ETF 他们所追踪的指数是中信半导体是 ICE-FactSet 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指数。那富邦半导体 ETF 呢，它是追踪 ICE-FactSet 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那在成分股市值的部分的话呢，中信半导体呢，它是要求至少要1亿美元以上。那富邦半导体的话呢是5亿美元。那在3个月的日均成交值的话，中信半导体是50万美元，那富邦半导体的话是10万美元，富邦半导体是100万美元。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富邦半导体它对于成分股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在于市值和成交量的部分，也就是富邦半导体你要纳入这个指数当中，你的市值要比较大，相对于中信半导体来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权重的部分那最大成分股中信半导体是 20%， 那富邦半导体是 25%。 那前5大成分股的 total 值的话，中信半导体是 65%， 那富邦半导体是 50%， 并且富邦半导体它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其他成分股它的上限不能超过 6%， 也就是说你可以一档股票它的成分股高达 25%， 那其他成分股呢都不能超过 6%， 这还蛮特别的啦。那我从这个成分股当中我可以得到一个讯息，那就是台积电条款。各位应该知道吧，台湾最有名的 ETF 就是0050嘛，那0050光台积电就高达 50% 以上。那这2档 ETF 呢，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发生所以它的最大成分股呢都有进行限制最多就是 25%， 所以我认为这边还算是蛮不错的。那在指数调整的部分的话呢，中信半导体是每季调整，那富邦半导体呢是每半年调整。那配息的部分的话呢，中信半导体是每季配息，那富邦半导体的话呢是每半年配息一次。那筛选条件，中信半导体它是12个月的 ROIC， 也就是投入资本回报率要大于0，那12个月的股息呢要大于0，那 ESG 的评分的话呢不能大于40分。那富邦半导体的话呢，它的 GPA 就是它的排名要在前15名以内。那如果不是前15名的话呢，市值也要前3大才可以纳入这个指数当中。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2档 ETF 他们的筛选方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2档 ETF 他们的绩效表现是如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红线的部分是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指数，那就是中信半导体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那蓝线的部分是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那这个是富邦半导体所追踪的指数。那绿色的部分的话呢是标普500指数。由这张图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讯息。第一个讯息就是台湾的半导体指数它的绩效表现是远远的高于标普500指数，并且在 COVID-19 这个疫情之后呢，它的绩效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优异。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之前是蓝色的指数它的绩效是高于红色的指数，那在疫情之后呢，是红色的指数它的绩效高于蓝色的指数。那这边 Kevin 就提出一下自己的看法，主要就是因为 ESG 的相关指数在近几年有非常非常多的资金流入这个指数当中，那这个指数的相关类股它的股价呢就会被公开到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红色的指数，也就是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指数，它的绩效呢高于蓝色的指数。那 ESG 这个指数它到底是代表什么东西呢？各位可以点击我另外一部影片，那我这部影片有讲解到如何去投资 ESG 指数来抓住未来的苹果供应链。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观看。那第3个我们可以得到的讯息就是，虽然这个指数的报酬率非常的高，但是它的波动性也非常的高，所以它是一个高报酬、高波动、高风险的一个投资标的。那各位要投资的话呢，一定要做好资产的分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自我评量的时间
首先呢，台湾的证交所上市上柜的公司，它会进行一个 RBICS Level 6的一个区分出半导体相关产业之后呢，它又会进行一个流通性的区分。那左边的部分的话呢是市值5亿美元，并且3个月的平均成交量要100万美元以上。那右边的部分的话呢是市值1亿美元，并且3个月的平均成交量要50万美元以上。接下来会进行一个基本面的筛选，左边的部分的话会进行 GPA 的排名，然后会筛选前15名的公司，然后纳入这个指数当中。那市值前3大的公司呢可以插队。那右边的部分的话呢是12个月 ROIC 要大于0，然后12个月的股息要大于0。那还有 ESG 的评分的话呢，不能大于40。接下来会进行权重的分配，左边的部分它的最大成分股权重不能超过 25%， 然后它的 Top 5 Total 权重也不能超过 50%， 那其余的成分股的话呢，权重不能超过 6%。那右边的部分的话呢，是最大成分股权重不能超过 20%， 那 Total 5的权重不能超过 65%。那左边的部分的话呢是 A 指数，那右边的部分的话呢是 B 指数。那这边要请问一下各位，第一题，哪一个是富邦半导体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A 还是 B？ 第二题，哪一个是中信半导体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A 还是 B？ 好，那接下来第3题的部分，什么是 RBICS？ 1. 行业分类的方式， 2. 财报分析的参数， 3. 提供指数分析的一家公司。第4题，什么是 GPA？ 1. 像 NBA 一样是一个职业运动协会， 2. 像 NCC 一样是广播电讯的主管机关， 3. 跟打电动的 NPC 一样为非玩家控制单位， 4. 评估财务体质的参数，就是毛利去除上总资产。好，那这些题目的答案会放在下方的留言区。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各位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就非常的想要去投资台湾的半导体 ETF 的话，那一定要先去看完我这部影片。我这部影片呢，有分享5个投资台湾半导体指数你所会面临的5个风险，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注重在报酬上面，我们一定还要再关注在风险，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在股市当中长久的待下去。好，那投资有风险，各位一定要独立思考，对自己负责。那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有用的台美股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我是不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咯，拜拜。